先给大家一个直观感受，铂金今年涨得就像坐电梯一样，一口气冲了将近 50%。而更奇妙的是，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金价创了历史新高，银价也在向记录线狂奔。那你可能会问，今年贵金属怎么突然合身变体了？答案就在央行、通胀、财政这三把火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2025年9月25日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，把报告最核心的信息用最直白的语言和大家进行分享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，我是孙浩。我们先看图表1，这里把黄金、白金、铂金拉到了同一跑道上进行对比。铂金今年涨幅将近 50%， 而黄金拿到了自1979年以来最佳的赛季。白银也逼近了历史高位，三条线几乎同频抬升。背后是投资者对法币购买力的担忧，核心通胀还不听话，名义利率又在往下走，大家自然就会警报央行印不出来的稀缺资产。这张图给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就是，这不是单一一种品种的孤勇，而是宏观叙事带来的群体走强。而通胀这件事还没有完，请看图表2。图表2把核心通胀摆在桌子上，除了中国和瑞士，大多数的主要经济体的核心通胀还都高于 2% 的目标。更关键的是，原先那条往下走的趋势线在2024年末到2025年间停住了，甚至在美国、日本、英国又有了抬头的意思。换成人话来说，物价粘性还在，降而不去。对于贵金属，这是正面的支持。当实际购买力被磨损，市场偏向把一部分的资金搬到抗稀释的地方，黄金、白银、铂金自然就会被关注。对于老手，这张图提醒我们要紧盯核心通胀曲线拐点。对于新手，记住一句话，核心通胀离 2% 越远，贵金属的配置理由就越硬。接着我们来看图表3，利率和通胀反着来。图表3讲的是一种看着别扭但正在发生的组合，核心通胀没有回到目标，全球大部分央行却在降息或者维持宽松。日本和巴西是个例外，不过日本的情况更加耐人寻味，政策利率只有 0.5%， 核心通胀却往 4% 去走，这等于负的 3% 实际利率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就是钱越来越不值钱了，存款还不给你补偿。这时无息资产的机会成本大幅下降，贵金属的相对吸引力会被放大。注意，这个逻辑是有条件的，一旦央行掉头再加息，风向可能短线逆转。财政这把火也烧得很旺，在正文里把主要经济体的赤字与债务摊开讲。美国公共债务约 114% 的 GDP， 赤字约 6.3%， 英国、法国的赤字大概 4.5% 和 5.5%， 日本赤字回到了 3%， 但债务存量是在 200% 以上，巴西赤字是 7.1%。 当财政口子持续开，名义增长和通胀尾部风险挂在那里，配置就自然会向更稀缺的方面去靠。这段并不是吓人，而是在提醒大家，宏观的底面噪声还在升高。那么为什么铂金总输给金银呢？图表4拿出了2条比价曲线，铂金对比黄金，铂金对比白银。你会看到，从2011年起，铂金一路跑输黄金，自2003年起也跑输白银。这不是天生的不行，而是赛道不同。黄金投资属性更纯，白银虽然失去了原有的摄影需求，但在光伏、电池上杀了回来。铂金更依赖于汽车行业，尤其是柴油车的催化转化器。这张比价图告诉我们2件事情：一，别把贵金属当一个类别粗暴的去打包；第二，相对价值是会轮动的。
宏观叙事改变的时候，比价的弹性可能会非常大。图表5需求画像把铂金的需求切开来给你看。汽车是大头，高光的时刻是在2006到2007年，之后基本高位横盘，缓慢走弱。珠宝和其他用途上并没有上来接棒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当下主要的下游放慢车，价格自然就很难长期抬头。对于交易老手，这是基本面的地基；对于新手，这是看一个品种，先看谁在大量用它。图表6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单车用量铂量正在下降。柴油车的市场份额被汽油车和电动车蚕食，排放越严，并不一定多装铂金，因为技术优化替代与车型的结构变化一起起作用。你若做交易，就不能把柴油车份额加商用车，尤其是卡车销量当做两条微观监控线，因为卡车还主要靠柴油，这会成为铂金需求的地板。图表7和图表8展示了黄金、白银走着两条不同的增长路径。图表7告诉我们，黄金更像是纯粹的贵金属，投资和首饰是主角，工业占比小，电子只消耗大约 5% 的年矿产。宏观风一刮，它最敏感。图表8则给出了白银的翻案，虽然摄影胶片没了，但光伏电池把它重新拉回到工业舞台。你可以把这两张图理解为两个兄弟的职业分工，老大黄金吃宏观，老二白银吃宏观，也吃产业升级。他们能与铂金共振，但节奏和波动不一样。那么便宜和分散化价值到底值不值呢？当金价在历史高位，银价逼近纪录，一些投资者开始在贵金属的篮子里找相对性价比，历史比价低位的铂金自然进入到视野。文章也点明了两条关键的改善。汽车端需求这2年看起来趋于稳定，更长远一点，氢燃料电池对铂金可能形成新的拉力。翻成实话，别把便宜当成必涨，但相对便宜加上需求不再恶化，再加上宏观顺风，这3件事叠加起来，波动和机会就会变多了。供给这边门更窄了。图表9是铂金的关键设定，全年年产矿供应2025年预计只有大约550万盎司，差不多是黄金的 5% 到 6%， 白银的不到 0.8%， 而且供给高度集中在南非，预计约390万盎司来自那里，剩下的主要是俄罗斯、津巴布韦，其他国家加起来很少。什么意思？集中度高等于地缘、能源、劳资、矿难等世界特别敏感。对于交易者，这是波动的放大器；对于配置者，这是风险溢价的来源。图表10和图表11广谱供应的对照组。图表10把黄金的矿供应拉出来对比，体量接近铂金的20倍，而且地域分布更分散。图表11再看一下白银，矿产供应是铂金的145倍，同样分散。对于我们做仓位管理的人来说，这2张图表的底层含义就是金银的系统性供给风险相对可控，铂金则是窄门加上高弹性。这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宏观事件对铂金的价格冲击可能更尖锐。在2025年之前，哪怕铂金供应不多，但因为汽车端在走弱，行情总是冲不上来。现在不同了，汽车端看起来稳了，宏观又给实际利率下行，加上赤字高企，在这样的大气候背景下，于是市场开始重新评估铂金的分散化价值。但请你把2个风险写到脑子里面。第一，一旦央行重新转向加息，贵金属这条线就会承压。第二，南部非洲任何供给的扰动都可能把铂金的波动放大好几倍。方向对的时候非常爽，方向错的时候也更加疼。
所以看铂金的价格，必须先从宏观到微观，再看三件套。宏观上，核心通胀的粘性、央行利率的路径、赤字财政与债务的节奏，然后再看三件套：柴油车和卡车的销量、氢燃料电池落地的节奏、南非矿区供给的动态。宏观决定了你的总风险暴露，微观决定了你进出的事件的窗口。这不是建议，而是研究的方法论。给新手朋友一句口诀：看贵金属，别只看涨没涨，先问为什么涨。逻辑通了，再去学习合约的规则、保证金、展期和基差等等，脚踏实地，不要迷信暴涨就是提款机。今年的铂金就像补选的候选选手，他的剧本不是抄经营的作业，而是写在宏观顺风加上供给窄门加上汽车端稳定的纸上。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会把你的投资组合当中配置白金吗？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深度解读对你有所帮助，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，以后你就不会错过贵金属市场的深度解读了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